就动手，不打算聊聊吗？如果你肯交出玉令，看在你是灵族的份儿上，我可以不暴露你的行踪。这事啊，真好，实话不错。你咋么回事啊？看来玉令不在你身上。都来这种地方了，玉令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吧？不是说不会帮我，生死自负吗？演戏而已，倒是没必要真死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故意将他放走，他真的会去找他的同伙吗？他存了死志，靠逼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如今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，既出不了城，又治不了伤，只能去找他未暴露的同伙，另寻机会把玉令送出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同伙啊？掌门玉令所在之处是绝密，镜花宫内外又有层层防守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被偷。若不是素宁真贼喊捉贼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：镜花宫内有人与这蛇灵里应外合。可有怀疑之人？眼下只能看虚月那边能否追上。一定要找机会把玉令带出去。我的伤怕是好不了了，你一定要帮阁主完成大业。这不仅仅是阁主的心愿，更是我们整个灵族的希望。你先撤。你想怎么样？是要把我召到镜花宫，还是剑灵寺？是威逼利诱，还是严刑拷打？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我无能，蛇灵死了，他的同伙也跑了，只带回了那蛇灵的灵丹。不会啊，至少你替我们证实了他是有同伴的。他们碰面时说了什么？蛇灵让他的同伙将玉令带出去，还提到了什么阁主，说是为了整个灵族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阁主，
你们可有听闻过修仙阁？这是人界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行事诡秘，阁内人员身份莫测，从未有人真正找到过他们的踪迹。可这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些消息流露出来。听闻若是想加入修仙阁，需烙上特殊印记，宣誓永远效忠。人族会印在体内灵台，而灵族就印在这灵丹之上。修仙阁，这名字听着倒是像与仙盟有仇的，所以修仙阁蛰伏多年，为的就是与暗族联手夺珠。你说这修仙阁会不会与出卖你的仙盟内奸是同一伙人？按那蛇灵所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，也是因为人族与灵族的矛盾。这事情若解决不好，只怕日后也不会太平。眼下先等高修士的消息吧，先寻回玉灵，再计划下一步。无论如何，混沌珠不能出事。怎么回事？叫什么名字？王正。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搜，我来指示。是。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蛇灵呢？搜索啊，仔细点。是。跑了。跑了？有你在，那蛇灵能跑？我在暗域受了重伤，灵力大损。若不是木姑娘出手相救，只怕我早已命丧在蛇灵之手。是，刚才可凶险了，多亏有我。哼，早知道你们俩如此，我就不让你们俩查了。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，需要高姑娘去查。什么事？公孙寝，过来，来，这都查了几百号人了，还剩多少个呀？只剩20来个了。啊，好吧。下一个。弟子何群前日无事，早点就睡了，无人证明。我抓到你了！不是我，不是你呢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这是口吃，宫中上下皆可证明。那也无人能证明你前夜的行踪呀。是你前夜陪他睡的？我是他妹妹，前日收到家中书信，说娘亲病重，所以才去找哥哥商讨此事。那昨晚呢？昨晚你们俩干什么了呀？我去厨房偷东西，想寄回家中，不料被发现，罚洗了一夜的碗。那你下去吧。是。也不是。下一个。弟子张云不是。昨夜至今日，不是。打扫前庭。下一个。一直到今日。下一个。你管他师姐可以证明。公主，谢雪晨那边如何？在地暖阁闹出了些动静，刀鱼令的蛇灵已死，但没有找到该找的。让人继续盯着。好。秋民那边呢？少公主召集了宫中所有弟子，正在一个个问询前夜至今日的所在。他这是怀疑宫中有内鬼。是，不过宫中弟子众多，动静着实大了些。
是否要我去叫停？不必，就让他查。这镜花宫太久没有清理了，趁此机会扫干净也好。你去告诉秋明，让他挨个房间去搜，看看玉令到底何在。每个房间都要搜吗？这会不会让弟子们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？我不止搜房间，还要个个搜身。他们敢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自是不敢，我这就去传达。在西，公主，你前夜至今日都在做什么？公主是怀疑我？怎么会？只是随口问问。在西前日研制药物遇到阻滞，夜间去了书阁查阅典籍，直到半夜听见宫中警报响起，方知有灵族盗玉令。赶到时，公主已将其打伤，灵族已逃窜。昨日至今日，我一直在丹房炼药，半个时辰前才出来，得知少公主的动静。这些，看守书阁和丹房的弟子可以证明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苍生？你来做什么？这里风大，我来给你送点驱寒药。我不应求。哦，那我自己喝。这酒不错啊。以前在暗域的时候，不见天日，虽有花草，但终日浸染在魔气当中，用它们酿出来的酒，也都带着毒。我们呐，常常是毒酒配着解药喝，明知危险，却还是抵不过心头那点欲望，趋之若鹜。现在好了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听说前面最高的那座楼就是剑灵司，无数灵族的噩梦之地。若是没有剑灵司这种鬼地方，若是镜花城的城主不是素宁真，这里看着倒还挺像个人间仙境的。你今天为什么骗高秋明，说你打不过那蛇灵？我骗的不是他，你骗的是素宁真。不只是素宁真，是整个仙盟。不知内奸是谁，只能先瞒着所有人。只有我示弱，对方才会觉得有机可乘。我们谢少宗主都学会骗人了，这算什么？敬魔者黑。是我带坏你了。不过，若是他们信以为真，真的来杀你怎么办？那便来。
原来我们谢少宗主是这么自负的人啊！不过也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都没有用。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？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哦，颇傲娇。今日初九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玉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那你见到素宁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苏宁真几句，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苏宁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。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苏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镜花宫的每一个人，我都问询过了，也都核实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而且我都仔细搜了身，查了房，也没有发现玉令。谢雪晨，你是不是猜错了呀？镜花宫根本就没有内奸。你确定镜花宫中每一个人都查了？我确定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的查过了，我连在西长老都查了。除了我师父，我师父总不可能吧？还有一人，你可有查过？还有谁啊？崔婉婉。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苏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风瑶所说，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玉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
仅凭的蛇灵，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，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秀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玉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她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想相信。想相信？如今丢了玉令的是镜花宫，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玉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呀！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陪您玩啊。